前史有时候立了一块碑，这样的碑，古代人是会抄的，抄出来作为作业的，就是写文章的一个摹本啊，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文本来仿照它学习。但是这种碑呢，慢慢它就碎了啊，然后碎了，这个碑的抄本是完整的啊。比如敦煌伯集合有一个卷子，就是抄了这个莫高窟的一个武周时期的碑。这个碑呢，原来是有一张整拓片，但是已经是不完整了，在清朝中期的时候拓的。我们北大有一张，但是除了这张拓本，全部是就是到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白俄的那个兵来的时候给打碎了，打碎了只剩下半截，所以其他的馆藏的拓片只有下半截。所以苏武白先生在研究这块碑的时候，武周的这个莫高窟的功德记碑的时候，他就知道伯集合有一个抄本。结果我们当时打开这个缩微胶卷的话，一个字都没有，因为它是用弹珠笔抄的，根本就看不着任何一个字。所以后来苏先生就托他的学生过巴黎的时候，曹黄山老师给抄了一份，然后他根据那个拓本再加上这个碑刻，整理出这个莫高窟的这个武周时候这个碑。所以这个抄本是非常重要。我还记得您有一些文章说到，因为可能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并非历史的同行，但是他们感兴趣，说您最近做了很多穿坠的工作，把很多很小的细微的这个残片叠到了一些以前发现的但没有做记录保存内容的信息。就是您怎么会当时生发出能把那么浩若烟海的这个散碎的文本挑出来放到这个卷子里面去？这个我很吃惊。因为我们这个是当时老师让我们翻阅这个敦煌的资料嘛，他的那个缩微胶卷啊，实际上我前后大概翻过3遍啊，200-300卷的那个缩微胶卷，就是翻的过程中，当然你脑子里头不断的建立各种信息。比如我们看一个敦煌卷子真的假的，其实一眼就感觉这个是真的假的，因为你看多了就有个感觉。虽然当时看的还不是原卷，那后来有原卷的，再把这个照片的感觉替换成原卷的感觉，是吧？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会积累很多信息在脑子里头。所以一旦发现了一个东西，它跟什么东西是一组的啊，这个是我们搞敦煌的人要做的，就是跟小孩子拼这个七窍板一样啊。因为有2种拼法，一种比如说传世的典籍，比如我拼过一个列子啊，就这个一个子部的书哈，叫列子啊。列子呢，我原来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翻，有一类纸呢，它都是有点油污，但是我看到其中有一片，那时候没有电子文本查，就是去翻书，最后在列子杨朱篇翻到了这其中一片，然后翻到这一片之后，我就把同样类型的这纸片全部调出来，就是我在英国图书馆工作都可以拿出来啊，我可以自己进库里头去拿这些卷子，然后拿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拼这个七窍板，最后我拼出了19片啊，这个就是很过瘾，很高兴啊，对于我太不得了，对我虽然不是，就是应该是敦煌的吉尼斯纪录，就是没人比我好，应该是敦煌拼的最多，但是吐鲁番我们那些碎片还有人拼到100多片。就是这个碎了之后，这个来拼，这个过程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事儿。这个太有趣了。我还有一个跟您研究的专业有这个关的，因为可能我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有的知道，荣爷在研究敦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归义军的研究。我从来都没有当面问过荣爷，我一直想借这个机会问荣爷，就是当年张议潮抄这个封长清这个本子的时候，后来那个本子在敦煌发现，这些故事我们说在遥远的西周保存下来，对后续的历史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就是当时张议潮抄封长清的那个奏。这个所以敦煌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它不大的一个
唐朝呢，它算一个就是第3等级的州，所以不是一个很大。你比如说，我们要是知道长安有108个坊，其实这一个坊就是敦煌城这么大，啊，敦煌城不大。现在你要是去敦煌的人啊，你现在去的这个敦煌城啊，是清朝雍正的时候建的新城，这不是唐朝的那个敦煌城。跟这个莫高窟藏经洞对应的是在党河的西边，到雍正的时候把这个敦煌的老城的这个东墙啊给冲塌了，所以清朝政府就把敦煌的这个城呢移到了东边，但是西边这个城啊保护的非常完整。如果要是晚上这个没事的话，就是那个金叶宾馆，就是那个界限，您往金叶宾馆往那边，往那叫七里镇，往那边走的话，很快中间有一个白马塔，那白马塔是晚的，虽然说是鸠摩罗什来时候建的白马塔，其实是晚的。你其实就可以走一圈这个敦煌城，现在有些城墙断断续续还在啊，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呢，它其实让地方的文艺的作品都留着。另外，敦煌虽然是个小地方，它还是有一些中原的大家族，就是从汉末以来，魏晋南北朝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大家族，姓张的啊，姓李的，姓索的，这个姓殷的，都是敦煌的大家族。敦煌有一本书，就是敦煌卷子里头有一个《敦煌民族志》啊，就是大家族一代一代怎么当了什么官呢？有的很大的官，比如说北庭，节度副使，等于是新疆军区副司令，这样的都在敦煌出身的人啊，是蛮了不起。也有好多人考到了内地当这个进士啊，这些敦煌都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这些家族，因为古代的文化，一方面存在官府的寺院，官府的这个学校里头啊，有这个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敦煌不是很厉害。敦煌有个沙州有个州学，敦煌县有个县学，但是更大的文化呢是传承在家族里头，就是家族一代代的教啊，这个氏族文华他们是教自己孩子，所以像张家他们就有这种《风长经》《谢子表》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把这个小孩子教的非常有爱国主义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怀，所以这绝对是有关系。这个太重要了。胡总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好，谢谢严管。严管是我们深圳的望野博物馆长，就是这个他们管理的国家一级文物宝贝，大概比我们深圳博物馆还多啊。然后这个荣教授，刚才大家已经听了，他是我们国家研究敦煌学的大家。他们俩这一谈的都是专业问题，我这个不懂装懂的频频点头。实际上我听现在有好多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现在就代表我们的普通读者，我们来向这个荣教授提几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敦煌都会有兴趣，而且有一句话叫做敦煌是一个中国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我顺便就调查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哪位去过敦煌的举手？去过敦煌的，哇，还不少，1/3啊，还不少，1/3。但是我相信这个大家对敦煌还是有一点兴趣哈。我就从我的角度讲，因为我对敦煌还是有一些兴趣，尽管我才去过2次但是呢也自己觉得如果不去的话，觉得你就枉为一个文化人啊，这一定要去一下敦煌。关于敦煌的书呢，我读过几本，其中第一本是就是专业之外的书哈，这个就常书鸿老院长的那个此生只为守敦煌啊。常书鸿他有一本书叫做《此生只为守敦煌》。那么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樊院长有一本书叫做《我心归处是敦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谈论第3本书，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第3本书叫做《满世界寻找敦煌》。你看看这3个书名，第一个是守，第二个是归，第3个是找。第一个先守住，守不住第2个就无所归。但是
即使守住了有所归，还是不行，因为1900年曾经弄的东西早就散得满世界都是了，还要找。所以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敦煌已经经历了3次发现。第一次发现就是王道士的发现啊，第二次发现是斯坦因啊、伯希和、奥登堡啊、达普他们的发现，第3次发现就是我们中国的敦煌学者，包括荣教授在内，他们满世界去找任何一张敦煌的散失在世界各地的碎片。所以说呢，我有2个问题，首先要问荣教授，一个和敦煌学有关，一个和寻找有关。那么这本书呢，这个我看着繁体版后面有2句话，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叫做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度有过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我想让荣教授先给我们讲讲，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敦煌学各国之间有竞争吗？现在的敦煌学在哪里啊？在哪里？好，这是欢迎。胡总这个照顾的面很大，这个问题也很大啊。但是这个点到了点子处，就是敦煌呢，它是属于2部分，一部分就是敦煌石窟啊，现在我们去了，有莫高窟，有榆林窟，有西千佛洞，是吧？再扩大了，还有这个东千佛洞啊，什么这些，这是石窟的一部分。石窟包括了石窟本身，这是考古的层面，有塑像，有壁画，特别是非常漂亮的大量的壁画，这是属于美术考古的这部分，这是我们敦煌的一个支撑点，敦煌学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敦煌有一个洞子叫藏经洞，啊，在1000年的时候，大概1006年前后，把它封了900年之后呢，1900年被这个不太懂学问的这个王道士给偶然发现了，然后后来1907年来了斯坦因，1908年来了伯希和，把这些东西都给骗购走了啊，这样的这个就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中国的各个博物馆、图书馆都多多少少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在内地搞敦煌的很多人呢，是搞这个藏经洞里面的文献，因为藏经洞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公元11世纪初，它整个的中古时代的各种三六九，就是三教九流的各种东西都有，当然以佛经为主，但是背面它也抄了各种各样的官司文书，所以是我们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宗教、研究包括研究美术都是原始材料啊，所以就必须要到各地把敦煌的材料。其实这个敦煌的洞窟也有很多跟这个藏经洞的文献是有关联的。刚才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敦煌画了一幅画，莫高窟里头有那个画的那个造窟的那个发愿的功德，就是说我为什么造这个窟，那大家族写了一个功德记，这功德记墙上还抄不了那么多，他就抄了一张纸，现在就留在了藏经洞。所以这2个是互相关联啊。那么各个国家这个敦煌虽然是一个伤心史啊，这个东西都流散到各国了但是呢也是一个客观上鼓动了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各国学者都在研究的，因为这里面除了汉文之外呢，还有大量的藏文的、于阗文的、粟特文的、回鹘文的啊，甚至希伯来文的啊，什么都有。这个你像粟特文和这个于阗文啊，这是印欧语系里面的语言文字，过去对中国学者是不容易读的啊，所以欧洲学者解读起来呢，跟他们的母语是互通的，所以他们就更容易解读这种文字啊。所以这个当然过去中国这个积贫积弱啊，这个过去在民国时候北京图书馆派了向达、王仲民去欧洲，他们看了很多东西。但是从50年代以来，所以我们必然就落后于日本。到文革的时候，
你要编敦煌研究目录，文革时候中国学者基本上写不出文章来了，但是日本正是突飞猛进的，所以就有这样的话，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者敦煌学在法国啊。但是这个中国学者听着这个话就很不高兴了吧，很费气了吧。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有一个要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无形中的爱国主义的口号。攻坚任务。你像我这个在那个氛围里头成长起来的一个年轻学者，我虽然满世界知道敦煌，没有人告诉我是要夺回什么中心，但是我骨子里还是有这个志向的。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啊，各个学者都有各个学者的这个自己的修炼的这个武功，是吧？你比如说，如果这个纯汉语的，特别是这个公司文书，对于我们中国学者，那比较容易读，特别是那个公文书、私文书写得非常草，在外国人看来呢，就跟那个天书一样，就跟我们看那个胡语一样。啊！但是我们中国学者，我们要训练一些怎么认草书，怎么认行书，怎么用认脏草，是吧？我们比较快的能够进入啊。然后我们又懂得这个文脉，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们读文选，我们就知道一个碑怎么写啊，一个功德记怎么写啊，一个赋怎么写，这样我们可以推那些残缺的文字。这个现代的那个汉学家呀，越来越不行了。原来的汉学家，你比如伯希和沙婉那时代，他们就是读我们线装书长大，他们跟我们的老先生差不多。现代的汉学家训练出来都是读标点本，都是读中华中学标点本，一旦没有标点的，甚至连这个不只是没有标点，而且乱七八糟写的，他就更不灵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学者早就把，比如说历史的、文献的、文学的、汉语言的这些中心。敦煌学的研究中心绝对在中国，但是你要反过来说呢，就是宗教的，你还是不如日本啊，因为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宗，有天台宗，有净土宗，有法相宗，有密宗，是吧？这些东西跟他们现在在庙里头读的有上下的传承关系。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僧界的这个学术啊，那跟唐朝是没法比的。唐朝有三藏大法师，你比如玄奘、悟空，这个三藏法师啊，是要懂得经律论三藏，这5000多卷书都是要倒背如流的。你要跟各种法师、禅师要辩经，对不对？你现在你到中国的庙里头，你打倒着，但是你到日本的庙里头，都就高手如云，而且他们是已经世俗化的宗教。这些佛教大学呢，都有这个，都是教授，哎，他们都是教授，职业化。就是那个我去的龙谷大学的校长上山大俊，就研究咱们敦煌这个佛教文献啊。那他也有寺庙，他到星期五就回寺庙了，他到星期一就回来当教授啊。日本早就把这个宗教完全世俗化。你像那个田中良昭是菊泽大学的校长，所以我们这搞敦煌的人啊，在全世界都是精英了。他这个田中良昭就是搞禅宗的，是灵济宗的和尚，所以他看那敦煌的灵济宗的资料，他非常清楚。所以伦敦说有一个东部正风，他这8卷《法华经》倒背如流，只要给他2句，他就知道这《法华经》哪一品里哪个位置的。那时候没有电子本，脑子它就是一个电子本，人肉电脑。所以在宗教学上，我们老实说，我们现在整体上是不如日本。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虽然近年呢，我们这个家长也不在乎学生非得学这个冷门学还是我们历史啊，还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欧洲学这种粟特文、于田文、回鹘文、藏文，我们都有人，小语种，我们现在都有人了，但是我们的修炼还没有到那个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那些教授的那个水平，所以从这种胡语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还
说不能说这个中心就在我们这儿，对吧？还要努力，包括艺术史，你比如说乌宏教授，他在芝加哥教书啊，那个他就带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研究美术史的，也做敦煌的资料，那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有一些西方的美术史的理论来介入这个敦煌的研究，所以有些部分也不好说谁是中心。好，这个我特别欣赏荣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实际上，中心也未必一定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一个学者掌握这方面，你走在最前沿，掌握资料最丰富，你得出的结论最什么？那么这个学者就是这个方面的中心。这么说的话，敦煌在中国，现在敦煌学在世界就多中心的这么一个格局啊，终于在我们中国也有像荣教授这样的中心啊，所以说这个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敦煌学也。对我们来讲也争得了荣誉哈，的确是真的，对。然后这个我刚才讲了3本书，比如说像常书鸿院长，他守了40年；像这个樊锦诗院长，他在那边待了40-50年，归这个我心所归。而荣教授是找了40年啊，真的是40多年。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找齐了没有？还有多少找不到？有的找不到的，有的可能是你明明知道它就在那儿，但是你就是看不见；有的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荣教授在书里边有一个宏大的愿景，就是说他想有朝一日大家一起努力，可以重现100多年以前失散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宝藏，能够重现。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到？这太具有挑战性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敦煌的这个几个大的点啊，有4大收藏，其实就是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就是他们拿走之后，中国政府拿回来的。还有当时拿的没拿干净，后来又来了个奥登堡，又拿了1万多走，所以当时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学者去。就是没有拿干净。其实大古太原队呢拿的并不多，其实只有600-700枚完整的卷子，而且都是普通的佛经，价值不太高啊。然后但是呢，这个敦煌的东西非常散，就是各种各样的。过去那些朋友有一节敦煌卷子啊，谁过生日了，隔一半送个礼，是吧？这个大家当做书法的东西，是吧？所以那个就是你都真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想在10-20年之内都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就是没有一个准数，没有一个准数。所以我就说，有些人要统计敦煌文献知多少，我就统计不出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说98%-99%大概我们都掌握了。而且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我们基本知道。就是比如说敦煌藏经洞刚出来说，我们发现一个会超王五天竺国传，就是玄奘之后王五天往印度取经的一个和尚，他写了一个书丢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孤本啊，敦煌出来了，这一个卷子就写一本书，一个卷子就给你一个博士论文。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你想拿一个卷子就写一个博士论文，绝对没有了。我们那个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博士有点简单了啊，太简单，没那么简单。就是敦煌学现在的起点非常高啊，而是要做综合的研究啊，就是把一类的东西都拿到一起，你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但是你拿到一件就写一个博士论文的，那但是。过去敦煌卷子里有很多这个，你比如于阡文的一本医书，啊，喜太搜了，那拿出来就可以写一本博士论文，是吧？但是这一类好东西，我想经过我们各国学者的调查、研究、发表，这个基本上都掌握了。就是小的碎片，因为比如像美国，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是这样，他为了这个教书籍史啊。长得什么样的写本时代书籍，还有教书法史，他都买2-3件放在那。现在这个
当做一个证据，让同学上手摸一摸，看看这个肉笔的这个字儿是怎么，唐朝的经生体是什么样的。所以最近就是美国这个网站呢，数字化的这个程度非常高。所以你在美国的这个小网站哈，这个大学的网站，经常它有一两个抽冷子发表。对，你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上次我到圣地亚哥，有一个 Ohio 州立大学的老师住在圣地亚哥，听说我去了，说我们学校有一个敦煌卷子，你看看是真的假的，用特快专递给递到圣地亚哥，然后就在他们家里头看了，在现场看。结果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京城啊，就是这个咱们中国画的学会20年代中国画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金城，是非常有名的大画家，他过去收藏的。然后不知道什么给留到美国的一个大学，像这样的东西可能还会有，但是你想想，敦煌藏经洞就这么大，所以我说要 reconstruction， 就是把这个敦煌藏经洞咱们给复原一下。如果特别是按照那个原来的包裹把它复原了之后，你要再出来，那塞不进去了，那就是假的了，是不是？所以敦煌卷子里有很多假的，因为它可以卖钱啊，所以这个也要排除那些假的卷子，然后把真的卷子呢，将来我们把它重构一个敦煌藏经洞，就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数字化恢复一个原始的状态，恢复起来啊，这是大概还需要多少年？10年8年的就可以。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给它做出来，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去我们的大藏书家韦力家去看过，我摸了一下，他说你想摸什么？我说我想摸那个宋版书，他说我有。后来我说我想摸个敦煌卷子，他说我有，我真摸了。你去看过没？哦，是假的吗？真的。韦先生那就是中国收藏大家，他的眼力非常好，都是真的。真的啊。因为这个我为什么也对这个藏经洞特别感兴趣呢？因为就像这个荣教授在书里讲的，藏经洞出去的东西，每一卷每一片都有可能是举世这个珍稀的这种文物价值。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书籍史，永远是大英博物馆868年那个敦煌藏经洞出去的那个《金刚经》的百花插图的那个卷子。就中国现存的印刷书的开端是敦煌藏经洞出去的这个本子，但是我们到现在您可能看了几次真的了，我们都看不到啊，所以说我们也都对这个敦煌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书，但是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明明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封存了1000年，然后被一个王道士发现，然后1907年的斯坦因，08年的伯希和，后来奥登堡掠夺到全世界，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我们先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哎呀，你这个人如果不被他们弄走的话，在中国继续放了，可能它都成灰了呢，它没准都什么了呢？咱先不说这个问题，咱先说，现在现实是这样，这个存不存在要回来或者它还回来的可能啊？存在这个可能，存在这个。你像这个上世纪50年代，苏联带着东欧的兄弟们，把那个50本《永乐大典》都还给我们了，对吧？那个现在可能他们都毁死了。但是敦煌这个东西呢，它涉及很多层面。我这书里头关于这个回归问题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探讨啊。这个回归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这个在这法律问题还是啥问题？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它是买的还是盗的？这斯坦因呢是用了4个马蹄银。这4个马蹄人呢，相当于清朝的200两银子，
所以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我都不敢搁在我的目录里头哈。他这个编辑给我的名字改了，我说这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他们湖北的一个杂志说这不够亮眼，说就叫200两银子敦煌大甩卖，真的只有200两银子，这200两银子买一个卷子都不够。斯坦因在这个在新疆有的时候买一个梵文写本就要花很多钱，所以他完全是骗购，应该是骗购。但是呢，你如果从法律上角度说，他是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把这个定了价，啊，没有人定了价。但是呢，我们要是搞这个，我们要是了解斯坦因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中国当时的文物法是什么？就是它可不可以带出去？然后中国的海关法是什么？它可不可以这样出境？那么现在你拿了敦煌卷子，你可以出境吗？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启功先生拿着他的字过海关的时候，人说留下，因为启功的字不能出境。启功说是我自己写的，他人说不是你带着手了吗？你出去再写呀。你但是东西得留下。但是你比如说清朝的出口法是什么啊？我们没有人研究啊，海关法、文物法，这个都没有人研究过。但是从西方来讲，你现在拿到西方就要用西方的法律打蜡。你要是回归的时候，你要用英国的法律打，而且有一个界限。欧洲的人呢有一个界限，他们就是100年为期，所以在2000年之前，本来我们应该动手的。这个就是我们对欧洲的法律不了解。我们等了解的时候，想到这个意识是不是要回归呀？但是已经过了100年的这个。然后我们中国呢参加了这个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支届文，我们老拿这个说事儿，说你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说要回归这文物，但是那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没一个在那上签字的，他们全部不参加，所以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他没有。所以英国的就说我们这是世界的图书馆，你们谁来我们都给你们看，但是拿走不行。那个犯这个错的是斯坦因，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很好的人。所以呢，他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形，所以不好一句话能够把这个事情说了。当然，我觉得他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伤心事，另一方面，敦煌卷子的流散事件也是中国文化的向世界弘扬的一个推手啊。你要是没有这个《金刚经》在那，他们卡特怎么能够在1925年就是中国伟大的这个印刷术啊？就是他们这么写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最早的印刷术，换句话说哈，就是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弘扬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都是两面的，我们就这么自己劝自己吧。尽管一时也没多少有效的办法收回来，但是敦煌早已经走向了世界啊，而且敦煌的这些文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载体啊。这个在世界各个地方证明我们的这个灿烂的历史文化。然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对，我还有一个非常 low 的问题，因为我去了2次敦煌了，我都觉得满足于一个洞窟的转。有一次还找了一个副院长，比普通人多看了几个洞窟，但是还是觉得不过瘾，觉得好像没来，啥都没看明白。你给我们这些普通的把敦煌当做文旅打卡点的游客，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攻略。到了敦煌以后，我们应该去看什么？之后，中国去敦煌的游客就分成了2类，一类是经过龙新江教授指点过的，一类是没有
没有那些人就没啥收获。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经过指点的啊！好，欢迎这个荣教授给的立即荣氏立即啊！我老实说，我是这个研究历史的哈，我不是专门研究敦煌小旅游的啊。但是呢，我刚才说了，这个敦煌洞窟和文献是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我80年代就研究敦煌一个瑞相图，是吧？我把这个敦煌的写本里的瑞相都给抄出来，这个瑞相记啊，就是关于这个。其实那些瑞相记都是从敦煌洞窟里头抄的那些壁画的榜题啊。我要把这两个对起来研究，所以我们要到敦煌去看这个洞窟啊，看这个画啊。其实这个敦煌呢，它是一个中国就是从印度传过来这种造窟的一个方法啊。其实呢，要就是归纳起来呢也简单。你就是对佛教美术史啊，稍微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一个是尊像图，啊，你要看释迦牟尼长什么样，是吧？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吧？弥勒菩萨、地藏菩萨，这是你一步步扩大，先从佛，是吧？然后菩萨，然后天王，然后力士。你看释迦牟尼中间站着两个菩萨、两个天王、两个弟子，是吧？迦叶那个阿难啊，然后最后是小鬼儿啊，夜叉，但是有个等级制度，这个每一个像都是一个尊像图，所以你找一本佛教美术史，就找一个敦煌的一般性的介绍，你第一把握有尊像，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个是本生故事，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啊，他如何救苦救难，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佛传故事，就是从释迦牟尼出生啊，然后这个步步莲花，什么九龙灌顶，然后月城出家，是吧？然后最后涅槃，一共8个大的画面，所以很好掌握啊。基本上一个你就掌握了，然后在这个各个的经变化啊，就是各个佛经演化的，有法经，有那个什么经啊。所以你进到一个洞窟，你就最主要的就是尊像啊，然后两边是经变。是吧？早期的呢画，因为小乘修的时候要自修，所以他要看这个本身故事，要多么受苦受难才能变成一个菩萨啊，变成一个罗汉到菩萨位，一步一步上升。但是最后你也修不到佛，但是到了大乘的时候，你就看这种大乘佛教的经变化。最后你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自己也成佛了，所以这个敦煌基本上是大概是你进每一个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么一个看法啊，你就不会懵了。看这个壁面是个什么东西，看这个壁面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再进一步，你有目的的，那你就是说我专门要看法华经典，我专门要看维摩经典。这个有个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有个总目录，它那个总目录里头都告诉你说哪个窟有什么画，哪个窟有什么画，前史有什么画，后史有什么画，前史的中央有什么画，两壁有什么画。你要是做攻略的时候，你拿这个，然后你再勾你要看什么的，然后你再像敦煌研究院如果有这个洪老师这样的关系的话，就走个后门啊，然后进去。可以看一些特窟，可以看一些特窟，看一些特别的画面啊。以后我们去了敦煌，说我们听过荣教授的课，能不能申请个特窟啊？我估计80%是可以做得到。对呀，刷脸，对，我们如果有个合影的话，可能更方便。一会儿你看你们的了啊。我这普通读者他到这儿，回到专业。这个胡总的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在讲敦煌这个方面，跟荣院在一起，全都是业余的，荣院才是专业的。做了，因为一个人几十年做一件事情，这个是好不容易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材料说，你只要喜欢一种技能，能练1万个小时，你就是世界级。荣渊何止1万个小时啊！荣渊已经练了无数个世界级的。我也有2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一呢，就是现在的学者，假如说重新走一条路研究敦煌，能不能出名，能不能有大成绩？第
第二个，这紧跟着能不能像您一样成为敦煌的超级学者？这个我还希望您给我们一个。我先回答，那不可能。不是我们这样说哈，学问是非常大的哈，就是最好是走不同的路。你看前面胡总说，常荣鸿先生，然后汾锦世先生，他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这个敦煌的这一把啊。如果他们不守的话，那就是不是国西河，就是另一个西河来了，那就开始要隔这壁画，对不对？如果没有守着，那就敦煌就不是今天这莫高窟这个样子了，早就被人隔走了啊。对呀、这张大千就隔了一些啊，他为了这个看唐朝的壁画，因为敦煌的后来这个墙壁全部都满了，到五代宋初的时候，整个莫高窟的崖面都已经画满了，所以后来的人呢要画的话，就用泥皮把这个前面的画给糊上，然后再画这个画。但是后来这个西夏人呢，就比较就是比较格式化的一些，而且他们喜欢那种蓝的色调啊，所以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些千佛糊在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经变画上头。所以张大千他们一看这底下有好东西，所以就忍不住的要拨开，就是现在的观念上就是破坏壁画，是吧？但是你比如说，要是勒浩克那种从新疆过来，那立马就给他得了。他是1905年啊，这敦煌这真是一个神保护的地方。勒浩克在1905年在哈密的时候，在做考古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听到一个俄国商人过哈密的时候说，敦煌有这个经卷，有这么漂亮的壁画，比你在这个吐鲁番看的这个还精彩。他当时就准备到敦煌。结果这个格伦威格尔他的上司说，我要到这个喀什，你要跟我来会合，你就不能当这个探险队队长了，我就是队长了。他这时候不知道上哪去，他就拿一个清朝的钱币，这个选择一个边儿，正面就去敦煌，反面就去喀什。结果这个币救了整个敦煌，他就去了喀什。然后敦煌就整个给保留了。那要是勒浩克去到那，他几鞭子就把这王道士打一边去了。那才不管这些事儿。所以他在新疆就是拿鞭子抽那个老乡，因为他们当时带了很多欧洲的药，所以老乡生病了，他们带着那药一治就灵。所以老乡排着队在他们那个房东家里头找药，然后那房东就偷偷的收了点钱，他拿着这个鞭子就抽人家。这个过去的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呢，他不知道中国人后来还会学懂的英文、德文、法文来读他们的书，他们什么都写，他们干的坏事都写，所以看着也挺有意思的那些历史。所以我就说其实最伟大的是是这个常书鸿、樊锦诗这些一代的敦煌的守护者。我们呢是这个连玩带跑，我们就把这事儿做了，是吧？我们没有那么宏大的志向。但是呢，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啊，我觉得啊，这学问是一个海洋，它有各种各样的学问，不用照着前人的走。你比如说我那时候也可以选边跟着宿迁，我们做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那我肯定做不过敦煌研究院，对不对？那我就做这个写本。但是因为我们在北大读书，我们有机会出国，我们就把这个发挥到极致。但是现在换一个人，我绝对不希望他再做这个。你如果要是做，那好，你就去满世界寻找浮世绘，非常好。你就满世界寻找莫奈，是吧？你就满世界寻找英国的这个皇家的什么制品，你找一个主题，你买他的东西，就把你比如说将来要我们敦煌要不过来，但是你把英国的国宝都买了的话，是吧？那咱们换吧，是吧？你把英国的某一个重要事件里面的一把军刀给买来了，那我们就可以换，
是不是？这个是构筑你国家脊梁的，敦煌卷子是构筑我国家脊梁的，咱们换一下，我们不要全要过来，我们就把《金刚经》换过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学问是有很多，我其实这背景是想说这个严馆长，他就是满世界找了很多东西过来，是吧？就是你不要走以前人同样的路，而要走其他人没有的路。现在中国人这个有钱的人很多，年轻人有，而且现在呢也有很多互联网上的各种书啊。你比如说，我就专长圣经，我就找各种各样版本的圣经，你看看过40年，绝对的就是另一个本世界，对吧？荣先这个是忠告，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是听明白了。敦煌这条路，在荣先生之前的这些学者已经把它走得很窄，大家可以走一条全新的路。实际上，前辈学者的成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独特成就，不要再想着再去复制前辈学者的成就。可能我们今天就是单单找一杯咖啡找好了，也是世界级的学者。千万不要惦记着再去敦煌找一个荣先生，找不出来了。这个胡总说的很好。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不能找，就不能满世界找罪受。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刚才这个荣教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知道了你自己的使命，你找到了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你的兴趣，然后你就满世界去找。现在老在一个国家找是不够的不够的。我觉得满世界去找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学问的方法。这个如何去找，然后你就读这个荣教授这本满世界去找敦煌，这是方法论。我实际上今天我没有问，这里面你不懂敦煌学，你对敦煌不感兴趣，你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关于人生的一些问题，因为荣教授特别爱玩，他到哪儿他都是自己这个那时候年轻25多岁，到了外国西方花世界，不是花世界，而且他到处他想到处去看，到处去玩而且改变很大，然后又没有钱住旅馆，到处找同学找留学生，一会儿这儿住一宿，一会儿那儿住一宿，特别好玩。然后这里边还涉及到做学问的方法问题，如何有一个纸片拿到手以后，竟然就可以做出一篇论文。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学术路数？我觉得不管是人生还是学问还是乐趣，我觉得还是旅游，这本书都能够提供很多马上现学现用的东西你是最好的新书推荐人。这我确实是这个南方周末让我推荐今年的书，我就推荐了这本书。推荐词写的特别好，我就不念了，还是念一下吧。我这边还是要念一下，念一下吧。要念一下。各位，我推荐了这个龙教授的这本书，然后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就登了，已经那网站上已经登了。我给你先说会话，我来念。我先说会话。那我还想这个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了，您上一次来深圳10年，您研究敦煌，满世界找敦煌40年。我想听您对深圳和敦煌的观点有什么你自己的看法？这个其实我对深圳的了解实在不够，所以我这次跑了，就是又提升了我那个对深圳的认识。原来我确实是去香港很多，97回归之前，大概我就7、8趟去过香港，所以对深圳这边呢，但是不太了解。那时候来深圳其实不多，有时候就是罗湖出来，直接一个车跑到机场，然后坐飞机回北京啊。现在这有这么几次，特别借杨馆长的光呢来深圳看一看啊。所以我这个前2天来之后呢，我就想到一点确实敦煌是这个过去我们的中国古代的一个西大门出了敦煌就是玉门关。那这个深圳也是现代意义的中国的一个大门，特别的意义呢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门就是接受新事物的大门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所以过去敦煌也是这样，敦煌它是所有的新的东西进来，它是要接受的，首先要接受的，是吧？所以敦煌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一个丝绸之路的城市，而且这个深圳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城市，所以我说要把这两个城市加以对比呢，我觉得开放啊，这个进取啊，这都是一个可以从这方面来做一句话。好，谢谢荣教授。敦煌是1000年前的深圳，深圳是1000年前的敦煌。这个希望荣教授努力，不行什么时候把敦煌换成深圳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我推荐这个荣教授的《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2024年5月出版的一会儿那边就有100多年前，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散佚是个已经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荣新江在这本书里讲的却是与众不同的寻找故事，他立志要找到任何一片敦煌或吐鲁番纸片，不管它在哪里。这些寻找的故事有些是完成时，有些是进行时，所以我们读这本书实际上是跟着荣新江教授进入了敦煌学的寻找、发现、拼贴与研究的学术现场。读着书中曲曲折折的故事，我有时候不免自问，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他寻找的究竟是什么？他是在寻找一个完整的敦煌拼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重现整个藏经洞宝藏。如此，满世界寻找敦煌，为的就是重现一个圆满的敦煌世界。从这个角度讲，满世界寻找敦煌既是荣新江教授作为敦煌研究者的个人的学术成长史，也是我们经由他导览而见证的藏经洞宝藏重现史。谢谢。有没有互动啊？主持人要不要互动？要。我们下面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下面的听众。大家有什么想问荣教授、荣先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反正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分享会是开放的，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有想问的就可以举手给我看一眼。